俄罗斯的反潜能力有多厉害？为何能逼美国退出本国海域？中国的反潜能力如何？有怎样的发展？近日，据俄罗斯媒体消息称，俄罗斯国防部突然发布消息，在靠近千岛群岛的俄罗斯领海发现一艘美军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俄方随即通过水声通讯以此来警告美潜艇。但是美潜艇对于俄罗斯的干预完全不理睬，因此在传言无果的情况下，俄军沙波士尼科夫元帅号反潜驱逐舰采取反潜手段，这就使得美军潜艇使用自行仿真器干扰雷达，以最大航速驶离事发海域。根据后续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向俄总统普京汇报，一艘美海军核潜艇潜入俄罗斯领海逾4公里，而海军对其进行驱逐行动历时近3个小时，其侵入已属相当大的深度，超过了4公里。在对该潜艇采取了3次特别行动后，将其驱逐出了俄罗斯水域。俄红星电视台说，俄罗斯驱逐舰可能向美军潜艇周围发射了榴弹，用接连的爆炸表明他们已经被包围了。如果不采取措施，下一步将被摧毁。对于俄罗斯和美国此次在海上的相遇，有专业人士分析称，此次俄美两国的短兵相接，俄罗斯成功将美潜艇赶出己方海域，这显示出俄罗斯仍具有较强的反潜能力。由于美军弗吉尼亚号核潜艇强化了在沿海、浅海等复杂水域的作战能力，并依靠其先进的传感器具备很强的情报收集和监视能力，隐秘性较为突出。但是俄罗斯的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驱逐舰在2020年完成升级改造后，全面提高了对空和反潜探测能力，并换装了隐身舰炮、反舰导弹和新的垂发系统等，这才使其在与美军攻击核潜艇的交锋中未落下风，甚至还能够将其驱逐出自己的海域，这显示出了其超强的反潜能力。那么在见识到了俄罗斯的反潜能力后，中国的反潜能力如何呢？近年来，中国海军取得的飞速发展，这也使得中国海军成为美军潜艇主要情报搜集对象，这也使得中国海军越来越专注于反潜能力的发展。因为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因国力有限及不对称作战等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的影响，中国海军进步缓慢，反潜能力则又是中国海军序列中最薄弱的一环。作为反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潜艇到目前为止，相较于美国仍处于技术和数量上的双重劣势。美国国防部在2020年度的中国军力报告中指出，中国海军现有4艘弹道导弹核潜艇、6艘攻击型核潜艇及50艘常规动力潜艇。尽管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水下力量已有相当规模，但是美国早已实现潜艇全部核动力化，且技术差距对于中国海军长期保有代差。然而在进入21世纪的第20个年头以来，在军舰反潜层面，中国海军取得了较快的发展。通过近几年大量下水的护卫舰均具备一定的反潜能力，这方面的短板也在不断补齐。随着未来如055型驱逐舰及更先进的水面舰艇的服役，中国海军的舰艇反潜实力有望进一步增强。因为在现代化的军事战争中，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的提升是世界强国都致力于提升的一个重点，因为这是实现核威胁的重要手段，其中核潜艇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对此自然也不甘落后，但我们应该知道，核潜艇的研制与配备虽然十分重要，但我们也能通过不对称武器的研制而减小对方对己方产生的重大威胁。为达到这个目的，中国便开始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终于在2017年研制出927型海洋水声监测舰船，并成功下水测试。也正是由于中国在这一方面的不懈努力发展，所以才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并且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中国927型海洋水声监测舰船作为中国航母舰队群中的一个小成员，它只需要执行监视的作用，而其研制设计的最大特点就是大型声呐。正是有大型声呐的存在，才能通过水声的传播，通过定位与系统准确的搜寻与发现他国核潜艇的准确位置。并且它虽然没有携带任何武器，也不具备一点的战斗力，但是它却能遏制住核潜艇的行动。毫不夸张地说，连美核潜艇遇到它都害怕，都要躲着它走，因为一旦被它发现，那么就将自己完全暴露在敌方面前，
那么就只能成为瓮中之鳖，任人宰割了，根本就没有反抗能力，只能是束手就擒了。中国927型海洋水深监测舰船目前已经下水服役3艘，排水量5000吨左右。它最大的外形特征就是采用了小线面双体船结构，非常类似美军的无暇号双体测量船。不过，中国的927型海洋水深监测舰船性能更加先进，探测设备更是领先美军无暇号一代，号称潜艇吸铁石。只要潜艇靠近该船到一定范围内，就会被自动侦测出来，无一漏网。这也成为中国反潜的秘密武器，切实维护国家领土安全和领土完整。此外，由于没有为其配备火力装置，所以它装载的设备一般都是监视设备，以便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监视能力。此外，它还能使用声呐探测海底水文。这种方式虽说会被对方的潜艇发现，但也会搜集到更多的信息。探测到的海域水深和地形的信息对反潜作战是很重要的。这些不仅会有利于战争中部署本国潜艇，还能够在其中取得最好的战果，这样也能够更好地寻找到敌方潜艇藏匿的地点。虽说没有任何武器，但927型水深监视船在反潜中的作用就和军机的预警机一样，在反潜舰和驱逐舰的掩护下，可以参与到近海或远洋中的各种反潜作战，从而为舰队提供一个可靠的情报信息，在舰队中的作用十分关键，并且由于它强大威力，也成为了中国最强的水深监视船，为中国海军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中国除了927型双体测量船之外，还发展了全套的搜潜攻潜体系，从空潜200固定翼反潜机、直18和直20反潜直升机、新型驱护舰等新型平台，到拖曳阵声呐、反潜导弹、新型鱼雷等攻潜武器，几乎进行了全面的更新升级。因此，中国的反潜体系的发展与防空系统的飞跃一样，这使得中国可以迅速补足补齐反潜能力，加快中国的反潜能力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反潜能力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也会有更大的进步，从而在反潜能力的发展上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这对于中国来说将是巨大的发展与进步。随着中国海军军事力量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这就使得中国可以专注于建造反潜舰队，并且在反潜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且在这一领域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这也将会使得中国海上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极大提升中国的综合实力，加快促进中国的发展。这也是中国强大的综合实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的有力证明。